欢迎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美伊冲突会不会影响到5月中旬习川会的见面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哈。不过倒是可以看到，是中美两国的元首呢，已经在中东问题上面提前交手了。那针对川普在24号，他又最新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啊！这个有报道指出呢，他说他宣布要对中国大陆一座大型炼油厂，还有呢大约40家涉及运输伊朗石油的航运公司以及油轮，祭出严厉的制裁。进一步的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手段升级，而在中方这边呢，则看到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最近接见阿布达比王储的时候呢，暗批美国，他说不能够让世界倒回丛林法则。中美元首在5月中旬先见面之前就已经各自出招，但是他们各自要的是什么呢？在经济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美方的贸易代表 Grill 在22号的国会听证会上面，他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寻求中国大陆在大豆以外对更多的农产品项目做出采购的承诺，那并且希望呢，在川普下个月访中期间可以得到具体成果。而中国大陆最近1年对美国大豆采购已经呈现阶段性回温。2025年的前10个月，从美国进口大约有1600万吨。不过呢，在川普跟习近平去年10月底在釜山会谈，达成了关税停战协议之后，中美贸易关系缓和带动之下，中方从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再启动了一波新的采购，那累计增加的量大约是1000到1200万吨。目前以国际大豆行情每一吨是大约400到550美元来推估的话，这一轮中方的采购金额大概是落在50亿美元左右。不过整体来说这个中国大陆对大豆的进口现在还是以巴西跟阿根廷为主，就美国大豆的进口占比呢是维持在低档的。好 ，CNBC 最近有一个调查，就是经济调查，它显示呢，川普的施政不满意度升到了58%，他的民意支持度呢，最新的民调结果是掉到30%左右。对川普来说呢，其实钱最重要，再来就是位子最重要，另外就是面子不过为了位子，可能面子可以先摆到一边，因为他常常会调整他的说法。不过 Ross， 你觉得？因为我们一直提到，你也常常也提到说，这个期中选举还早。不过现在看得出来，不管从民调也好，从目前的局势也好，一直拖下去，对期中选举共和党的选情一定不利。这个也是川普一定会去 concern 会去关心的。好，重点在于说这次的习川会5月中旬，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谈的焦点，我上次记得你也说经济会是贸易绝对是重点，所以讨论大豆农产品采购，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所以地缘政治的风险就摆在一旁，不重要了吗？地缘政治方面，我觉得川普还有团队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要跟习近平实质讨论的地方。那知道会议的时候，中方一定会提到台湾这个议题。那美国应该会说，我们 policy 我们政策是没有任何改变，按照上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又像官方说法都会一定会有官方说法，而且川普不想谈太久了。我说台湾议题，川普明显不想跟淡化。OK， 我们政策没有改，我听到了，我们政策没有变，好，下一题。但是对川普来说，没有什么下一题，因为唯一的他想讨论的议题是你要买多少农产品，多少架波音科技等等。他希望，所以我常常说，除非上飞机前中方没有答应川普在北京的时候有什么实质贸易方面的购买的宣布的话，他就不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那其他的什么地缘政治的问题，川普不会想跟习近平讨论，比如说缅甸内战、乌俄战争，因为川普认为乌俄战争是我要去解决，我要当调停人，我要获得 Nobel Peace Prize， 对不对？他不需要中国介入啊。那伊朗是一样，只要中国没有输出武器到伊朗的话，那其他方面的就是其实川普认为这个也是我自己解决，或周边的波斯湾国家来帮忙，或欧洲，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川普也希望北约国家可以提供一些协助啊。但是对川普来说，这个议题我不需要中国的帮忙。就简单来说，对地缘政治风险，所以他在那边的时候，他只要达成经贸目的就行。经贸目的为主，不想讨论什么地缘政治议题。
的确，最近这2天也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些动作哈，就是南华早报也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在川普在5月中旬访问中国大陆之前呢，最近这2天，川普的亲密盟友就是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戴恩斯，下个礼拜呢会率领一个跨党派的代表团到北京访问。那可以见得呢，这个川习会确实是箭在弦上啊。不过像 Ross 讲是不到最后一天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改变，但。种种迹象也显示，应该是有可能如期的举行。那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常常来上我们节目的张武岳老师呢，他就研判，他说呢，川习会在谈相关采购的过程里，可能会谈到台湾。Ross 刚刚讲说会谈到台湾，好，那包括美方是否持续对台军售，还有美台高层的互访，以及美国立法与行政部门进一步提升与台湾关系等等。不过张武岳老师认为呢，并不会对于台湾的主权有很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他则是指出他说前美方国防部高层官员警告立法院长韩国瑜说，如果没有在川习会以前通过军购预算，就会付出惨痛代价。黄老师，我请教，美中元首会谈，刚刚 Ross 已经讲了一定会谈到台湾，不是在谈大豆，但大豆是重点，而是呢不会谈到台湾，也不会谈到军购吗？怎么可能？当然，中美就是川普他要谈的东西，我同意 Ross 的讲法，贸易协议啦，这个双边的这个顺差逆差的问题，芬太尼的问题，大豆就是可以帮助他 local 选区的。这些中国的采买，这个是 Trump 的 priority。我觉得他是以在达到经济目的为 priority， 其他的政治问题也解决不了，尤其是台海问题。你有没有换一个说法，也都没解决问题。没错，有没有换一个说法，也不影响美国对台军售。所以也许我觉得 Trump 他觉得，如果我改口一下，可以拿到很好的经贸上的实质利益。我讲讲没关系，反正大家都叫我 Taco， 我等我回去以后再说。那会不会影响到对台军购的项目？项目我觉得2月4号习近平在电话里跟他讲说，希望美国在对台军售事务上面要谨慎他审慎，主要的目的中间有一部分项目是可以使台湾，如果投射器是在那边。如果里面放的弹是有不一样的话，是可以将火力打到对岸的。那这个东西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当然不喜欢，当然不希望台湾具备这个能力。另一个层次就是他觉得台湾敢不敢就是说你敢不敢真的就打到对岸去？打到对岸去，后面就是升高嘛，就一直升级，大家互相加码。很可能就不能停手。对，其实中国也有要跟他要的，包括科技制裁要稍微减一点。那双方现在嘴巴都很硬，但是呢，眼神都很缓和，都希望可以谈，然后这个表示欢迎。王毅在2会后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对不对？然后这个现在又欢迎这个 Cordell， 就是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对，铺垫的都不错了。所以，如果真的谈到军购，项目会是重点那这个项目，这次的美台军购当中最重要的项目，金文雄带我们观察一下。就是就账面来讲，包括这个60辆这个 M109A7 自走炮嘛，必须说这是第一次美国对外输出这种先进自走炮，连北约盟国都没有因此，如果说预算通过，台湾是第一个采用这一型炮。先进自走炮的这个非美国的其他国家，那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87套海马斯系统，还有大量的导引火箭弹，以及420枚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就像刚才黄老师讲的，因为这个飞弹的射程虽然300公里，但它已经打到福建当面，这个台海当面福建的一些重要目标，而且根据国防部这次对于立法院所进行。特别军购预算缩减，就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国军会把火力覆盖在台海当面，就是对于港口、部队集结区还有一些重要目标实施打击。这是官方缩帖上第一次公开
国军会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整个台海防卫哦，更凸显这海马斯搭配战术飞弹它的重要性。其他还有大概20万架各类型无人机，但无人机里面其实国军未来会采购类似伊朗见证者136这个空中小摩托类似的自杀无人机。那我认为这个对国军那未来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来讲，这是有反守为攻，而且可以大量消耗解放军高价值昂贵飞弹，类似伊朗这种不对称打法，可以有类似的一个场景。也因此，这一类武器结合这种所谓的低成本巡弋飞弹，是国军在这个特别军购预算。